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在重庆潼南的大山当中。在川渝地区有很多大山，从而呢造就了许多的山寨和大院。今天我们来的呢是一个清朝时期建造的古山寨，听说里面呢还有人居住。那么我们主要是来了解一下这个山寨是谁建立的。建这种山寨主要是防御性的，就是说在古代战乱时期，或者说这种大山里面有很多土匪，那么当时的老百姓也好，地主也好，乡绅这些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从而呢就会选择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像这个山寨，我们看了一下，是三面是悬崖，一面是道路，那位置就相当好。他们建造的时候就依据山体而建。你像这里大家看一下，高度差不多10米，下面是石头，上面呢就是条石垒砌而成。你想一想，如果有土匪来，很难攻得上去的，并且上面还有一些垛口，就相当于观察。这里全是那些条形石组成的，它也是依照山体的形式来建造的。这边稍微矮一点，这边高一点，可以看到前面还提了几辆摩托车，就证明居住在里面。这里算是连接着寨门的城墙，全部是用条形石组成，很少见的。那就证明当时修建这个山寨的人财力比较雄厚。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它石头尽管说是条形石，但是长度是不一，高度也不一。已经到了寨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门不是很大，宽度的话大概是1米，并且呢，它这里进去上面全是条形石，这跟以前的城墙很类似不是说简单一块石头。我们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它整个城墙的厚度是好几米的，因为要防止土匪或者防止那个湖北、重庆这一带的白莲教的话，他们一定得把自己弄得固若金汤，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财宝的损失。我们走到这门口说个题外话，你像这种山寨据说现在是里面住的人比较少，是几位老年人。那么我们一般如果出远门的话，长辈父母会站在这里目送小孩离去，就包括现在农村很多人去上班去上学，父母呢会站在自己院子或者家门口看着小孩远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像这么多的石头，那么建造这样的山寨肯定是财力雄厚的人，那就是说以前的乡绅，我们现在说的地主，当时他建造的，因为一般人没有这种财力嘛。我们在重庆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山寨，有一些房屋呢是石头组成，那这里呢估计城墙是石头，里面的房屋也是石头，大山多，石头就不缺少嘛。我们再看一下这些石头，每一块石头可能是上千尊，那这里呢还有一些白色的，这个就是相当于石头跟石头之间的粘合剂。我们现在房屋建的水泥，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因为在古代没有水泥，它砖也好石头好要固定的话，就一定得想办法。那这个一般是石灰浆或者糯米浆等等这些。还有一种形式呢是三合土，这种糯米浆的话，在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1000多年了。那在明清，我们看到很多保留下来的建筑城墙都能够看到这种形式的。你看，全部是白色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门，厚度大概有10几公分。因为在古代建这种山寨或者是城墙，它那个防御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那自然而然的话，就要修建得很好，材质厚度都是有规定的。你如果说太薄了，那土匪使劲用撞就开了。那这里的话有这么厚的就不可能。咸丰3年到现在大概是170年，来到了里面。一般我们看这种山寨或者古城的话，它这个寨门或者城门这里厚度的话有几米，因为这里是可以进出防御，是重中之重。你打个比方说，如果
土匪来了，他寨子人打不过，把门一关，这还不保险，就可以把那些巨大的石头再堆积到这里，他门就弄不开。所以这个是一道防御性的。到了旁边，就城墙就没有这么厚了。历史的沧桑感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那石头的颜色基本上是原版的，而这里呢，很多长了苔藓变颜色了。到了这边就明显的看得出来有点不一样了，外面是比较整齐，里面呢可能就是石头是不规整的，因为建设的时候主要是避免这个倒塌嘛。看完这个城墙，我们再来里面转一转。因为这种寨子它是有防御的，就跟我们在贵州看到很多屯堡啊，也是依山而建。那么紧急情况下，村子里面的男女老少就要来这个城墙上面进行防守，所以呢就会修建一些道路上来。看到没有？这个应该是观察用的。这个山寨是当时的一个周姓大户人家修建的，因为当时形势不太好，土匪比较多，从而呢，他们修建这个山寨，为了躲避土匪使用，大概是建造了3年，花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打造而成。整个这个山寨是有2扇大门，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属于东门，正门是西门。我发现一点，城墙，然后这有个坡，这又有石头。下面是平地，那么其实这个地方以前应该也是平地，只不过呢是修了城墙，然后就把泥土堆在这里。这个是什么作用呢？防止这个城墙倒塌。如果大家去西北看那种城墙或者是那个长城，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它里面呢，这种是有点斜坡下去的。看看下面的情况。外面的风景一览无余，在古时候，下面肯定是没有这么多树的。如果有土匪来或者白莲教，那看得清清楚楚啊。那像这些城墙，这石头是哪里弄的？就是在这个山寨上面，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座石山。爷爷好，你住在这里多久了？深圳的是在这里出生的是吧？哎，在这个寨子碰到一位当地的老爷爷。他向我们介绍，他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成家，他们祖辈也是在这里生活，总共传承了8、9代人。这个山寨人数最多的时候，大概可能有200人左右，因为有50、60户人家，大部分是周姓的后代，只不过后面由于慢慢的发展，都搬走了。刚才那位碰到的大爷说，现在寨子里面大概就是4户人家，这里以前也是房屋的，这个是地基。因为他们是一个周姓的地主乡绅在这里打造的，就把他整个家族的人放到里面来居住。他们一个家族的话，可能有几十个人，那自然而然，只要是平地都会建房屋。这一块，然后那边以及前面都有，这一块全部是用石头做好地基的。你看，这个应该是几十年前进行养家禽弄的，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材料。像这栋房屋很有意思啊，它也是充分利用了资源。我们一般说房屋木头的有柱子，那么如果是水泥的、砖的也有。它这里呢就把以前剩下的那些长的那个石头柱子啊利用起来了。这个现在估计也没人居住了。这些基本上是清朝遗留下来的，170多年，倒塌了是有点可惜啊。现在我们在这个寨子上看到很多家禽，就是有人养鸡、养鸭等等。那老人住在这地方还是挺舒适的，年轻人可能待不住。在这个后面还发现新建的房屋，不过看起来建完之后也没人居住。这种大家见过没有？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在很早之前建的房屋。它下面是用这边附近的那种剩下的石块大的组成，而上面呢是用竹子，然后加一些黄泥，最后粉刷白，就没有用砖了。早期的房屋，古代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木头的，
后面可能上个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它就会利用竹子编制而成，然后弄点黄泥土，因为条件不够嘛。你如果去买砖的话，就可能成本比较高。然后这里刚好有现成的那个石板，那就可以弄成了。那木头的话，可以附近就地取材。看看这边，现在这里剩下的房屋不多啊，因为基本都搬走了。我们在这边又能看到那个城墙了，整个是绕着这走了一圈的。它这个城墙从各个方向都能走上去的，这里同样是如此，因为四周都要进行防御。那么这么好的地方，最后地主去哪里了？其实啊，这个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居住的还是那个周姓乡绅，就是我们说的地主的后代。看到没有？这里面有很多鸡鸭呀！哇，这边全是石头，相当于是走进了一个石头城堡。之前的人搬走了，现在这里大部分房屋倒塌了，只剩下石头存在这里。这些都是人工开垦的痕迹。他们村寨里面以前用的那个石头啊，都是在这些地方开垦出来的。我们刚刚一开始看的是属于后门，现在来正门看一下，在这里就明显感觉到比后门大一点。这个西门可能走的人没那么多，不过呢，感觉建的比我们刚才看的东门更宏伟、更壮观。你看看前面这些台阶啊，是直接在石山上面开凿出来的。这个门都比我们刚才看到的更大，它下面还有一条沟渠，就是可能排水的。在这个城墙，我们发现一点，这一大块石头是整块的，那么就是说这里跟这边是石山连接起来的，包括前面，也就是说它这个城墙是在石山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看得非常清楚。上面呢才是用条形石垒砌而成。那么看看这个门，跟我们刚才东门看到的厚度差不多，只不过门更大。然后两个孔呢是属于门山用的。我们往外走一下，那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经常说的照壁。你从外面是看不到这个寨子里面的情况，也看不到这个大门的。这里整个都是一个悬崖形式的。我们这样看一下，这石头是真的大呀。这个名字叫做天宝寨，上面写了。这里就是一条水渠了，整个寨子里面的排水就往这边走。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逛的差不多的时候，又碰到一位当地的大叔，他也是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的。我问了一下他为什么不愿意搬出去，他说习惯住在这里了，现在就剩他们2个老的在这家，年轻的人都出去了，他们自己种点粮食，然后养点鸡鸭等等，算是自给自足。我们常说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可能也是如此。繁华了100多年的一个古山寨，如今呢比较萧条，也就剩下几户人家，房屋呢也不多，大部分是那些老房子。那这个古山寨我们就看完了，下期视频再见。